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庞向阳出差后第5天，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，很想让他陪我去医院看看，可他远在千里之外，我只能自己去了。医生让我做了检查后，竟告诉我怀孕了，我一下子蒙圈了。我和庞向阳已经结婚4年，第1年时，我们根本没想怀孕这事，到第2年时，感觉有点不对劲了。我们没有避孕，怎么一直没怀孕？我们俩就去医院检查，查出来一切正常，我们就想再等等吧。可等了1年，小宝宝还是没来，我就又去看医生，然后折腾了1年，这里看病，那里开药的，药吃的我都要吐了，可还是没有怀孕。到第4年时，庞向阳看不下去了，叫我不要吃药了，顺其自然吧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又不是非要生孩子的。于是结婚后的第4年，我逐渐调整心态，不去看医生了，怀孕这件事顺其自然吧。1年过后的今天，我竟然怀孕了，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。我掏出手机，想第一时间告诉庞向阳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没打电话给他。再过2天，他就要回来了，我想当面告诉他。我很高兴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准备回家了。但走了几步，想到怀孕了，我得小心，不能大大咧咧了，所以放慢了脚步，小心翼翼地走路。走在医院的走廊里，我无意间往楼下的广场上看去，结果我愣住了。本应该在外地出差的庞向阳，竟在往医院里面走来，是来找我的吗？我来医院的事，只告诉了罗小米一个人，难道他问过罗小米了？罗小米是我的闺蜜，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。下午我是翘班出来的，我的工作让罗小米帮我干了。我跟他说，如果老板问起我的话，他就帮我掩护一下。我想，庞向阳肯定是联系了罗小米，就来找我了。他肯定很担心我，怕我得病了。他既然来了，那就告诉他好消息吧。他肯定会越开花的。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，可随后我看见的情景，却让我的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。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女孩，像只蝴蝶一样飞向庞向阳，然后抱住了庞向阳。庞向阳正好抬起头来，看见了站在2楼楼杆旁的我，我正看着他们。我和庞向阳都愣住了，那个女孩便顺着庞向阳的视线，转过头来看我。原来她是林霄雨，庞向阳母亲的干女儿，比庞向阳小4岁。林霄雨看见我后，就故意勾着庞向阳的脖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庞向阳犹豫了一下，但并没推开林霄雨，林霄雨就更加放肆了。林霄雨喜欢庞向阳，我是早就感觉出来的，但庞向阳一直是拒绝他的。可现在庞向阳没有推开他，他们竟然当着我的面那么亲密。林霄雨拉着庞向阳走了，往医院大门外走去。庞向阳竟然没有来找我。我愣了好一阵后，才给罗小米打微信电话：“小米，向阳联系你了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他在外地出差吗？”“没什么，我随便问问。”“哦，怎么样？你看过医生了吗？”“看过了，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，是太累了。”“不说了，我回家了。”“好，那你回去好好休息，工作我帮你干。”我挂断了电话，思绪又回到庞向阳身上。他没有联系罗小米，那他不是冲我而来的，是冲林霄雨来的。当初我和庞向阳谈恋爱时，婆婆是希望庞向阳和林霄雨在一起的，所以反对庞向阳和我交往。但庞向阳坚持要和我在一起，我们俩就冲破各种阻力，结婚了。
婚后，我能感觉出来林霄宇依然暗恋着庞向阳，但因为有我在，他还是挺收敛的。庞向阳对他没什么意思，就总是避着他，跟他保持着距离。可现在我好难过呀。庞向阳出差回来了，他也没有告诉我，我还傻傻地等着他。我的脑子里飞速闪过2个字：出轨。庞向阳出轨了，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。庞向阳对我来说就是一切，我把他视作了我情感的全部。我和庞向阳也是青梅竹马呀，从我15岁开始，我就爱上他了。可现在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。我回到家里时，已经到做晚饭的时间了，可我哪还有心情再做晚饭呀？我坐在沙发上，久久地坐着，一直坐到天黑后，庞向阳才回来。他带着行李，好像刚出差回来一样，脸色有点憔悴。要是以往的话，我会很心疼他，会马上给他放洗澡水，会让他泡个澡，我会给他做好吃的饭菜，我会为他接风洗尘。可现在，庞向阳看起来很疲惫，直接进了卧室，然后就躺在床上了。我想他应该要跟我解释一下吧，可他什么都没说，就是躺在床上睡觉。我等着庞向阳来跟我解释，可我等了一夜，他什么都没说。天亮后，庞向阳才开口说：“你去医院干什么？”我没吭声。他打量了我一下，可能觉得我没什么事吧，他就走了。对于他和林霄宇的事，他只字不提。我一夜没睡，整个人恍恍惚惚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打电话给罗小米。罗小米匆匆赶来，惊讶地说：“丁倩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的状态看起来很差劲，什么病？”我忍了一夜，现在终于忍不住了，我在罗小米面前失声痛哭。罗小米以为我得了什么绝症，紧张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地问我：“怎么了？什么病啊？你要急死我了。”我没有说我怀孕的事，但说了庞向阳和林霄宇的事。罗小米愣了愣，然后才说：“庞向阳出轨了。”这怎么可能？他那么爱你。罗小米这么说，我也愣了愣。对呀，罗小米说的没错，庞向阳那么爱我，他怎么会出轨呢？罗小米说：“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呀？”我好像落水的人，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，就盯着罗小米。罗小米给庞向阳打了电话，然后罗小米带着我去找庞向阳。庞向阳又和林霄宇在一起。罗小米问庞向阳怎么回事，庞向阳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说：“他都看见了，我还说什么？”庞向阳扫了我一眼，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庞向阳说的没错，真的不需要再说什么了，我都已经看见了。罗小米气得大骂庞向阳：“你个混蛋，你出轨了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！”林霄宇马上护着庞向阳，并且在我面前洋洋得意的说：“向阳哥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你缠着他，他才跟你结婚的。”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他知道什么呀？林霄宇又说：“你也不想想，你能给向阳哥什么？向阳哥跟我结婚的话，他就可以接管我爸的公司了。林霄宇是个富二代，他爸开了一家公司，他妈在银行里工作。”罗小米很生气，狠狠地骂林霄宇：“你个狐狸精，抢了别人的老公，你还有理了？”林霄宇当然不甘示弱的，两人就对骂起来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罗小米的性格是很泼辣的，他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所以他才不管林霄宇是富二代呢。在他眼里，小三就是欠收拾的。林霄宇和罗小米在吵架时，庞向阳又问我：“你去医院干什么？”他的话
让我想到肚子里的孩子。我看着庞向阳，眼泪不停地流着。我原本多想告诉他我怀孕了，可现在这个孩子好像变成多余的了。你都已经出轨了，还管我去医院干什么？我说完，扭头就跑了。罗小米怕我出事，就来追我。后来，罗小米陪我去了酒吧，他让我喝酒，说喝醉了睡一觉，然后什么都过去了，明天重新开始。我看着罗小米给我倒的酒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喝下了。肚子里的孩子是没法留下了，我不能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爸爸，所以喝不喝酒都无所谓了。罗小米安慰我，说着他过去的糟心事，说跟那些事情比起来，老公出轨能算得了什么呀？罗小米和我一样，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。他妈在他10岁时生病去世了，他就跟着他爸过。可他爸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后，根本就不管他了。没人管他，他被人欺负，所以他就变得很泼辣，他得要保护自己。我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，我和罗小米特别有共同语言，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。他比我大2岁，就总是像姐姐一样护着我。不光他护着我，庞向阳也总护着我的。因为有人护着我，所以我并不像他那么泼辣。我小时候，我爸妈老是吵架，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们都能吵上好几天。在我11岁时，我爸妈终于离婚了，我被判给了我爸，我弟判给了我妈。可我爸跟罗小米爸一样，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后，就根本不管我了。我总是饱一顿饥一顿的。有一次我2天没吃饭，饿晕在了路边，后来被人发现了，我爸就被很多人批判了，他便把我送到我妈那里了。我妈本来就重男轻女，再加上我是被判给我爸的，她就很不愿意接纳我。那时我妈住的地方在庞向阳家隔壁，每次我妈训斥我或者打我时，庞向阳总会来救我，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。我15岁时，我妈不让我上学了，想让我去打工挣钱。可我还想读书，我妈就对我破口大骂，骂我不体谅她，说她一个女人要抚养2个孩子，她撑不住了。我妈把我的书包扔出了门外，叫我滚，让我去找我爸。我跑出去捡书包时，我妈就把门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。我被我妈抛弃了，她让我去找我爸，可我到哪里去找我爸呢？我爸跟外面的女人满世界的跑，谁知道去哪里了？庞向阳看见了我，就把我捡回了他家。他爸妈很同情我，但他们没法管我，我毕竟是别人家的孩子。庞向阳却对我说，他管我，他会管我一辈子的。后来，庞向阳把我送到了他爷爷奶奶的老房子里，他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，我就住在那里，那里成了我的家。庞向阳总是把他的零花钱给我，他还从家里拿东西来给我。寒暑假时，他和我一起去打工，他把打工挣的钱都给我。也就是在那时，我认识了罗小米。他爸虽然不管他，但会给他钱的，他就省着点花，然后把剩下来的钱给我。为了我，他还故意会问他爸多要钱，然后给我。我爸的姐姐，也就是我姑姑，也会给我一些钱的。我就是这么长大的，还读完了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和庞向阳结婚了，我们约定永远在一起，永不分开。可现在他出轨了，我的心痛得像在被剜肉一样。我喝醉后，罗小米把我送回了家。家里冷冷清清的，庞向阳没有回来。这天之后，庞向阳一直没回来，我想他是跟林霄宇住在一起了吧。我的心情很糟糕，就向公司请了长假，然后躺在家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婆婆来给我们送水果，
发现我颓废地躺在床上，家里乱糟糟的。她问我怎么了，我忍不住哭了。虽然结婚时婆婆是希望庞向阳娶林霄雨的，但庞向阳坚持娶我后，她也没再说什么了。后来我一直没怀上孩子，婆婆也没有怪我，还叫我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如果实在怀不上，就领养一个，他们老夫妻没意见的。婆婆对我好，我也是真心诚意把婆婆当成我妈的，所以我扑在她怀里痛哭。婆婆知道庞向阳出轨后，很惊讶。她说向阳为了娶我，曾经跟他大吵大闹，说非我不娶，现在怎么会出轨了？她还说肯定是林霄雨勾引了向阳的，她和公公会去找向阳算账的，叫我放心好了。公婆真的去找庞向阳算账了，但庞向阳铁了心要和林霄雨在一起，如同当初铁了心要跟我在一起一样。林霄雨给我发来微信消息，叫我放了庞向阳，说庞向阳不爱我了，我何必还要霸占着他？我心里很难过。在做决定之前，我去找了庞向阳，他看起来好像又瘦了一些。我想这些日子他大概也不好过吧。除了林霄雨之外，大家都在责怪他，公婆还跟他大干了一架。我很认真地问庞向阳，你还愿意跟我过吗？我说过不再说爱了，因为我怕听见他说不爱我了。他摇了摇头。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，眼中又涌起了泪水。他把头转开了，但我看见他的眼中好像也湿润了。我很爱他，既然他不想跟我在一起了，那我真的应该放了他。我希望他过得好。我除了我这个人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而林霄雨不同，他们家那么有钱，他能给庞向阳的东西，我给不了。而且之前我一直没怀孕，他跟林霄雨在一起，林霄雨肯定很快就会怀孕的，他当然也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的。也许他和林霄雨在一起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我忍住了悲伤，背对着庞向阳说：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们离婚吧。回家后，我起草了离婚协议书。我们住的这套房子是结婚时公婆给我们买的婚房，当然是归庞向阳的，我不会有非分之想的。虽然说是他婚内出轨，但我还是不想跟他争任何东西，因为我感恩于他曾经对我的好。如果没有他，也许我早就死了。他给过我爱情，也给过我温暖。我让罗小米把协议书拿去给庞向阳，让庞向阳签字。罗小米还在生庞向阳的气，所以是气呼呼的去找庞向阳的。可他回来时却并没有那么气了。他说：丁倩，向阳说所有财产全部给你，房子也给你，他净身出户。庞向阳重新写了离婚协议书，并且已经签好字了。罗小米说：丁倩，我搞不懂了。我看向阳明显是还爱着你的，可他却要跟你离婚。他会不会有什么把柄被林霄雨抓在手里？会不会是他喝醉了，酒后乱性，跟林霄雨发生了关系？罗小米猜想着。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庞向阳都是婚内出轨了，并且要跟我离婚。我和庞向阳离婚了，离婚后我没有搬走，还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，因为那里有我和庞向阳生活过的点点滴滴，我想守着这些回忆过日子。我悄悄去做了流产手术，庞向阳根本不知道，我和他之间曾经有过一个孩子。离婚那会儿，如果我告诉他我怀孕了，也许他会改变离婚的想法的。但我不想用一个孩子来绑架他，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。再说林霄雨会给他生孩子的。流掉孩子后，我在家里独自休息了1个月。罗小米以为我是因为离婚，心情不好才休息的，其实我是在坐小月子。夜深人静时，
我翻看着我和庞向阳曾经的合影，那些美好的过去温暖着我的心。我爱庞向阳，只要他过得好就行了，我没关系的。1个月后，我回到了工作岗位上，我专注于工作，把离婚的伤痛用工作来抚慰。人家说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，我全身心地沉浸在工作中，工作上自然取得成绩了。老板非常赏识我，给我升职和加薪了。罗小米交了男朋友，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很多，她得要陪男朋友了。罗小米给我安排相亲，我都拒绝了。我的心还没有从曾经的感情中走出来，我依然还爱着庞向阳，所以我不想去相亲。其实就是去相亲了，我也相不中别人的。我想我这一生只爱庞向阳一个人。离婚半年后，林霄宇突然来找我，他一看见我就哭了。我很意外，以前那个飞扬跋扈的林霄宇怎么会哭了？他不是如愿以偿的和庞向阳在一起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林霄宇哭着说：“丁倩，你去看看他吧，他快不行了。”我很惊讶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在说什么？谁不行了？向阳快不行了。他没叫我来找你，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深爱着你，我想他是很想见你最后一面的。林霄宇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说。我完全懵了，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原来那次庞向阳去出差是假的，因为他已经查出癌症晚期了。他是去医院接受治疗了。那天我在医院看见他，他实际就是去看医生的。林霄宇一直在追求他。那天他发现庞向阳要去医院后，就去医院找庞向阳。当他奔向庞向阳时，庞向阳看见了我，所以当林霄宇抱住他时，他没有推开林霄宇，因为他想让我误会他们俩。庞向阳不想让我承受丧偶之痛，所以想让我离开他。他知道我很爱他，如果丧偶的话，我会很悲痛的，有可能会跟他一起走的。即使没有跟他一起走，我也不可能再会爱上别人了，也就没办法开始新的生活了。他想用他辜负我的方式，让我对他死心，然后重新去寻找幸福。林霄宇说，你们离婚时，我还以为向阳真的爱上我了，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。在你们离婚之后，他才告诉我实情，他求我原谅他，说他利用了我。我呆呆地听林霄宇说着，感觉像在梦中一样。林霄宇又说，我怎么会怪他呢？我爱他，我对他的爱不比你对他的爱少。他求我不要告诉你他生病的事，也不要告诉他父母，我就没有说，只是陪着他治病。我问林霄宇，庞向阳现在在哪里？我要去见他。林霄宇就带我去见庞向阳了。我来到庞向阳的病房里，他已经瘦得我都要认不出了。因为化疗，头发已经没有了，他的2只手上全是针眼，令人触目惊心。我静静地走向庞向阳，庞向阳并不知道我会来，所以他闭着眼睛，也许是睡着了。我默默地陪在他身边，林霄宇为了让我们独处，就去病房外面了。我看着庞向阳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。在我拿纸巾擦眼泪时，庞向阳睁开了眼睛，他看见我后很惊讶，但他说不了话了，因为他嘴里全都是口腔溃疡。我握住了庞向阳的手，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，我们就这么四目相对着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后来，庞向阳的眼中涌起了泪水。我抱住了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，我会一直陪着他的。他就露出了笑容，然后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当我意识到他已经走了时，我失声痛哭。林霄宇听见我的哭声，马上跑进来了，然后他也哭了。我们曾经像仇人一样，
但这一刻，我们是朋友是了，是心灵相通、感同身受的朋友了。我很后悔没有留下我和庞向阳的孩子，我也很后悔没有告诉他，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